咋回事啊，阿俊？小姑，方才阿正来敲门，说红薯地那边出事了，让阿俊去喊村长，我们现在也过去帮忙。他老爷的，难不成是有人偷红薯？娘，表姐，咱们锁好门追上去。好。救命啊！啥动静？出啥事了？大半夜的，闹腾什么呢？谁家夫妻俩大半夜的吵架呀？这叫声好像是从村东头传来的。哎，小郑，你们跑什么啊？出啥事了？那方向不是红薯地吗？苏娘子当初给村里免费派红薯灯，这份恩情我们可还记着呢。韩三娘，快出来！萧家的红薯地出事了，咱们过去帮把手。哎，来了，你个死男人，倒是等等我啊！救命啊！有野猪！竟是他！比起那晚的野猪王，这三头差得远，可搁在寻常人面前，依旧足以要命。拿着家伙的上去帮忙啊！阿正，大哥，娘，你别动。让我来！野猪被制服了，我们胜利了！安静，小郑，你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刚才是谁发出的惨叫声啊？我知道是沈东，你们干啥？你们沈东大半夜干嘛了？没瞧见我儿都这样了吗？我家多少？你家沈东为什么会被野猪攻击？许是他夜里出门闲逛，正好倒霉撞见了下山的野猪。不对，村长，你们看这里，我家红薯被罚了，真是作孽呀！这是扯了多少红薯啊？你们瞧瞧，弄得满地都是！天杀的，这是大半夜来偷红薯啊！谁大半夜不睡觉，溜下到人家红薯地头？当初苏娘子可是免费派过红薯藤的，自个儿不种，还眼红来顺手牵羊。村长，这事儿不能姑息，必须严惩。你们放屁！你们有证据吗？谁看见我家沈东偷红薯啦？啊？这些野猪突然跑下山，8成是看上萧家地里的东西。我家阿东出门溜达，正巧给撞上了，没准他是为了保护地里的庄稼才被野猪追着攻击的。刘翠花这嘴巴还真是厉害，黑的也能被货说成白的。沈家人竟想趁夜偷运红薯，放你的狗屁！这些红薯真要是被野猪拱了，能是这样吗？你看看这红薯，一个啃咬的痕迹都没有。野猪还知道先把红薯刨出来放在边上，难不成这野猪成精了？还是这些红薯长脚了，自己从地里爬出来的？桂香说的有道理，刘翠花，你倒是说说，这些红薯怎么跑到地头边上来的？小郑，你可知是怎么一回事？村长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从山里抱了一只赤狐回来，方才它忽然有些躁动，我们察觉不对，就跟着出来看了看，然后我们就听到红薯地那边传来惨叫声，我们担心出了事，这才叫阿俊去通知你。我们夫妻俩就先赶了过来，没想一来就瞧见沈东被3头野猪追着跑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出手，后面的事大家也清楚。老实说，我们夫妻俩都还不知道红薯被偷了呢。我之所以被惊醒，是感知到山间的异常变动，然后我才察觉野猪下山了。瞧着他们冲来的方向，我原以为是奔着红薯土豆来的，哪知道地里还有贼人在偷红薯。他正好在地里挖红薯，不攻击他攻击谁？这地里的作物被我用木系异能滋养过，这气息对动物而言确实很有吸引力。我明明已在地边种了遮点气息的植物，这种不开的野兽自然没必要客气。
后日正要请人收割，没想到食材倒主动送上门了。村长，事情就是我媳妇说的这样。我家媳妇真厉害，地里有人偷红薯，她竟然立马就能知道。这些野猪，莫不是媳妇安排来捉红薯贼的？我家媳妇安排的可真周全。沈有根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村长，这事儿恐有误会，小儿受了伤，能否先让我们抬回去上药？这件事，你们家必须给萧家一个交代。老大，你去帮沈东瞧瞧伤势。不用了，我们自个儿去镇上找大夫。休怪我把人押送卫所查办。诸位乡亲，今夜之事，确是我家小弟行事不妥，想看看萧家红薯长什么样，这才失了分寸。如今他遭野猪冲击，也算受了惩罚，还请各位看在我也出力的份上，高抬贵手。这事儿看萧家怎么处理吧，萧家才是受害者。就是，沈百户，道理不能这么算。沈东夜闯我家田地，蓄意损毁薯苗在先，野猪伤人是意外，一码归一码，我家丢的是实打实的口粮。苏和无偿分苗交种，不是让人夜里毁田偷粮的。他若不来偷红薯，又怎会撞上野猪？沈家红薯补薯苗，再给萧家赔礼。若是不认，就送卫所查办。我认赔。那这野猪肉总该分我们沈家一份吧？凭啥呀？刘翠花，你想的可真美，这话你也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说出口？要不要脸？你家做啥了？还想分一头猪？这野猪又不是你沈家制服的，就算要分，也轮不到你们来揽功。我真是要被自家的猪队友给气死了！自家辈本就理亏在先，他还要火上浇油，能不能别一而再再而三的拖我后腿？咋就轮不到我沈家了？刚刚那么危急，我家老大可是帮着斩杀了一头野猪。再说了，我家阿东还被野猪伤到了，那也算是帮萧家挡了一回灾。怎么说起来，咱沈家也是出了力，有功劳的。不说最大的那头，分个最小的，总能行吧？呸！就沈峰那一刀，叫哪门子的危急？大伙儿都合力把野猪摁住了，他才补上那么一刀。换个人站在那儿，照样能捅那一刀。顺手的事儿也敢被你说成他跟一个人的功劳？刘翠花，做人不能这么颠倒黑白，积点德吧。就是说得对，要论功劳，那必然是萧征最大。没有他头一个冲上去，咱们今晚怕是危险了。要不是苏娘子警醒，村里的田地今晚都得遭殃。这野猪给萧家，大伙儿都没意见。征哥，你去表个态，咱们家就留那头最大的，剩下2头交给村长，分给村里人。好，村长，今晚多亏了大伙儿及时赶来救助，大家都出了力，这肉自然该一起分。我们家就留那头最大的，剩余2头就交给村长分给大伙儿。还是萧家做事敞快啊！好，那这事儿就我来做主了。今晚咱们村怕是要损失惨重，苏娘子制服野猪的人家多分2斤，其余各户按户均分。村长分的公道，没异议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娘，你能不能少说几句？你是不是非得把全村人都得罪干净了才痛快？你快把嘴给我闭上，别再给阿峰惹麻烦了。这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，小征这媳妇儿娶得好啊！好了，咱们趁热打铁，赶紧把野猪处理了，别招惹来其他野兽。对对对，村长说的对。张屠夫，你还不赶紧回去取家伙？哎，我马上去。来几个人，把野猪先抬到村坝子去。小征，你们家那头野猪是一并在村坝子里处理，还是你们自己抬回去弄？村长，就劳烦张屠夫一并处理了吧，省得来回折腾。猪血猪杂那些我们就不拿回去了，留着做杀猪菜，也给大伙添个热乎菜，也当一起庆贺庆贺这场丰收。不愧是苏娘子，就是大气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头一回在村坝上处理3头大野猪。瞧瞧，这野猪个个都膘肥体壮，这阵仗着实看得人手痒啊！好了好了，大伙儿先回去睡觉，明早起来再过来分肉，跑不了。你看那孩子困成那样了还不走，跟他娘一个模子，都是个馋嘴的。快回去睡觉，明早天亮要再来吃杀猪菜。咱们干嘛要分2头野猪出去啊？其实1头野猪也够了。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野猪肉啊，白花花的，膘厚油足，搁谁身上能不心疼？村里有规矩，谁猎杀的就算谁的。这3头野猪，怎么说我家老大也斩杀了2头，就算拿走2头，也没人有资格说什么。娘，咱们有1头野猪就够了，想吃野味，让洪文或大黑去山里弄回来便是，没必要跟村里人争这口肉。再者，我们明日就要起收红薯土豆了，高产量一出来，怕是又要引来一波红眼。我懂，无非就是吃人嘴软，拿人手软嘛。对，成了咱家的情，少些红眼闲话，划得来。老大，你带着阿和和妹妹们先回去歇着。
这里有我跟阿俊，满粮满银就够了。等把野猪肉处理好了，我们就抬回来。都过半夜了，夜里风凉，阿和身子单薄，可不能吹多了。好。今晚可真是双倍的快乐，这么多肉，我们这个冬天都不用愁油水了。我真没想到，我家老大这么快就从百户户长升为把仙了，这样的升职速度，怕是营里的独一个吧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他竟然也能忘。要不是眼下正高兴着，我高低得给他2铲子。嫂子，你起啦！今早村里分的杀猪菜给你留在灶台上了，你们吃了吗？吃过了。今天这杀猪菜油水可足了。娘又去地里了？是啊，天刚亮没多久就去了，不亲自盯着她是没法安心的。又能撑过一个寒冬了。老兄，今日可得让我们开开眼。之前那半根红薯的滋味，我到现在还记着呢。放心，今天让你们吃个够。婶子、弟妹，我们也来帮忙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感谢大家了。那咱们出发吧。出发。苏娘子，大伙都是自发过来的，都说想帮你家把这红薯土豆收了。前段时日你免费分发红薯藤，大伙心里都记着。咱们日子紧吧，也拿不出什么银钱，所以大家就合计着来地里干活，用这把力气来还。这世道从来不缺冷漠与算计，可也从不缺这样朴素的良善。你与我一粒种，我还你一把力。他只是在等一个落地生根的机会。咱庄务人家最多的就是一把力气，搭把手点活就能收这1冬的粮食，这买卖划算。那今日就劳烦大伙了。完工后每家5斤红薯，5斤土豆。有马队过来了。千户大人，审监事。大家不必多礼。苏娘子，今日叨扰了。大人能来是我们的荣幸，哪里谈得上叨扰？苏娘子，我也来凑凑热闹。听说今日收的是番邦高产作物，我还未见过。夫人说哪里的话，欢迎至极。萧征，萧夫人，我们也来凑凑热闹。今日收割，正好劳您做个记录，乐意之至。这批番邦之物，关乎边关军屯粮储，若真如传言高产，我便有了下一步部署的底气。今日没有千户大人，只有来帮工的战友，大伙儿该怎么干就怎么干，不必拘谨。千户大人这是要下地，我没看错吧？没想到啊，我这老头子也有跟千户大人一起下地的一天。大人，这锄头沉，您要不先拿把轻便的镰刀？好，谢谢老乡。开工！丰收开始了。哎呦我的老天爷！红薯竟长这样的吗？哦呦，一株就有这么多，这得有10几个了吧！我的娘呀，这番邦之物竟长得这般大，一株的果实都这么多，那这30亩地，赶紧的，咱们快点挖完算一算。原来这就是土豆啊！这圆滚滚的，真能吃吗？肯定能啊！我听说萧家前2日就已经挖回去吃过了。这土豆可真能长，要是咱们家也种几炷几亩，就不用省着吃了。那这1亩地得收多少斤啊？怕是真要比咱们种的麦子多出好几倍哦。
弟妹，我今日真是开了眼了，你运气实在太好了，随手在胡商那里就买到这么高产的作物。确实是运气好，看来是咱们边关的土地适合种植。才不是呢，苏荷姐，这样的新作物换做旁人未必能种得这么好。春香妹子说的对，换做我根本不会花心思去琢磨这种新作物。没错，总归还是弟妹你厉害。那一筐也都是刚挖出来的，是，才刚从这笼里翻出来的。这一回，老天爷总算肯垂怜我们这些庄户人了。这是粮食，是能让人活下去、撑过凛冽寒冬、熬过荒年的救命粮。这日子真好啊！趁着今日人多，一鼓作气把60亩地全部收完。今日没见到结果，我回去也坐不住。一个上午看下来，还没到最后结算，也足够让我激动了。去给旁边的乡亲们也分一点吧，等收工的时候给大伙儿再多装红薯土豆便是。前晚沈东挖那点红薯，竟赔了萧家2000银子，200铜板够割几斤肉了，真是肉疼。不会吧，这玩意儿真能种出高产量的粮食？红薯没捞着，还倒贴200文，我倒要看看萧家这片地究竟能收多少。幸亏当初跟着苏娘子种了，这下好了，今年冬天不愁了，家里一老人孩子都有口粮了。可不是，那红薯藤还是苏娘子免费发的，我们没出1文钱，就换来了这一栋的脚口，这辈子都没占过这么大的便宜。说的是，苏娘子这份恩情得记一辈子呀。村里都种了红薯藤苗，这就意味着今这个寒冬，旁人家家户户都有了储粮，那我们家这个冬天该怎么过？甄师出，装筐去。怎么样了？到底有多少啊？紧张啊！我家地里的粮食收割的时候都没这么期盼过。估摸着不低，粮食就摆在这儿，分量也知道只高不低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别耽误大人核算。好了，红薯总收成约有16万5千斤，亩产高达5500斤。啥？多少？16万5千斤，1亩5500斤。30亩的土豆，总收成约有15万斤，每亩产量高达5000斤。监事，你确定这数量无误？亩产5000多斤啊！我原以为番邦之物再高产，最多也就亩产700-800斤，若是运好，兴许能上1000斤。可现在竟是1亩地5000多斤。大人放心，这数量绝对无误，下官核算了整整3遍，才敢公布出来。好，太好了！这片贫瘠的土地终于迎来了希望。村长啊，你可要为我们家做主啊！这是咋了？这董事谁不认识？他整日就跟刘翠花他们嘴嗦，他最爱闲聊别人家的八卦，就跟搅屎棍一样。当初苏娘子免费分红薯薯，说番邦之物能种出什么好东西来，他还让人别跟着瞎折腾。现在再看到萧家大丰收，他自个儿成笑话了吧？亩产5000多斤啊，不是几百斤，也不是1000斤，是足足5000多斤啊！我家就算只种1亩，这个冬天也不用愁了。可我偏偏要嘲笑那些去领苗的人，我甚至还嘲讽过苏娘子。村长啊，咱们家这个冬天可怎么过呀？苏娘子的红薯收了这么多，能不能匀一些给我们家？我们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您就当积德行善，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家活活饿死吧？呸！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当初是谁嘲笑我们去领藤苗的？董事，你脸皮可真是够厚的。苏娘子免费分藤苗，你自己不要，还拦着旁人，你竟好意思要现成粮食？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？我当时差点被他说动，如今真是捏了一把汗。你听好了，当初苏娘子的红薯藤分文不取，只要肯种，人人有份。你不信，不要是你自己的事，怨不得任何人。你苏娘子的粮食是人家自己种出来的，真过不下去，开春去买苗买种，这才正道。伸手要别人的口粮，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。还不快回去，在大人面前丢人现眼。他若能讨到好处，我们也能跟着捞一份。平日嘴巴那么会说，今日怎么就不行了？村长，
千户大人，我有几句话想跟大伙说一声。您说。各位乡亲，我家阿和方才回去前特意交代了我2件事，我跟大伙说说，承蒙大家信任，不少人跟着咱们家种了红薯，如今收成了，有几样事情要提前知会一声。如若大伙不嫌弃，这村坝上的红薯藤是可以掐藤尖炒菜吃的，焯水去下涩味儿，也能当盘菜了。但这藤杆子部分太老太粗了，吃不得。不过这些老藤蔓可不能就这么丢了，这玩意儿的用处大着呢。第一，藤蔓可晒干囤着，入冬后可以辅佐其他草料，切碎了喂牲口，牛羊猪都能吃，也能省一些料子了。第二，这藤蔓可以用来沤肥。桂香婶儿，这个咱们都懂的，乡亲们种了这么多年地，哪还不知道堆肥沤肥啊？要你多嘴，苏娘子叮嘱的话，你老实听着就对了。真是个汉子，以苏娘子的聪慧，会多此一举。叫你撑嘴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萧正他娘，你继续。这收割下来的红薯藤有3处用处，我细说一遍。头一处是沃肥，把藤蔓平铺在地窖、粪坑或田边挖好的土坑里，混着人畜粪便，一层红薯藤，一层猪粪糖泥，交叠着来。这里要注意一点，必须厚土密封，盖实了才能发酵，不能直接敞开铺着。这一敞开，肥力散得快，成效就会差。待腐熟透了，便是上等的有机肥了，拿来种麦子、蔬菜或来年的红薯都能增产。第二处是晒干了的藤蔓，可以深耕掩埋进田里，能软化硬实的黄土，保水增肥，改良荒地。咱们边关这边有不少硬实的地块，这法子可以适当改善。第3处是把藤蔓处理成短段，铺在菜畦周围或果树周围地面，能冬前护土，也能少些杂草冒头，还能让土壤更耐干，少浇几回水。入冬前铺上，能省不少事儿。阿和说了，若是拿不准用量配比的，明日咱们家开始沤肥，大伙儿可以过来旁观，反正他懂得多，有什么不清楚的，你们可以询问请教他。可算是说清楚了，没把阿和再替我撑撑脸面，替萧家立声望呢。不过阿和的功劳，我得替他宣扬宣扬，不能辜负了他的好。啊，这沤肥还有这么多的门道，咱们以前不都是把秸秆直接堆地里吗？拿脚密个封。所以咱们往年沤出来的肥，成效泛慢，肥力也薄啊。反正我家阿和说的准没错。原来症结在这儿啊！大伙儿都听清楚了，明日就去萧家地里学着点。记住了，村长，明日我早早去。今日来帮忙的乡亲，我媳妇儿早上说了，每家可各领5斤红薯，5斤土豆，现在到我这边来排队来取。另外有几点我要当众说清楚，这土豆拿回家不能久放，发了芽口的土豆万万不可再吃，对身体有害。还有这土豆的叶子不能像红薯藤那样掐尖来吃，吃了会恶心头晕。土豆秧子也不能直接拿去喂牲畜，大伙儿可要记清楚了。什么发了芽的土豆不能吃？瞧着挺好的呀，就长了个芽眼，不至于吧？别看只是长了芽口，这样的土豆就不能再入口。叶子和秧子也是一样，不能照红薯藤的法子用。我今日当众说清楚，是怕大伙儿把土豆和红薯藤混着用，该吃的能吃，该避开的就避开，免得回头说萧家没提醒。甭管至不至于，萧征说的话你们自个儿给我记清楚了。谁要是不听劝，自己吃出了毛病，可别怪到旁人头上。还有，今日起，谁要是再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，我定严惩不贷，绝不手软。放心，咱们心里有数的。好了，大家排好队，到我们这边来领红薯土豆。至于怎么吃、怎么存放，可以问我娘。那个萧把总，真给我们分啊！我们今日来帮忙，就是来感谢之前领红薯藤的恩情。对啊，当不得，当不得。反正我是按我媳妇交代做的。这话要怎么回？说不要是驳苏娘子的面子，说要吧，方才又说了不回报。好了好了，排队来领吧，不忍大伙儿白辛苦一日，这份心意你们且收下便是。往后有帮忙出力的时候，到时你们再多搭把手就是。那明日咱们一家来帮着苏娘子沤肥吧。我家也来，正好学着点。来，你们来帮着分一分。我家媳妇说了，多一点无碍，不能少了就是。啊，还啊什么？干活了。老许，我刚才没听错吧？沈监事报的是每亩产出5000斤。没错，红薯每亩5500斤，土豆每亩5000斤。太吓人了，我真不是做梦，这产量也太不真实了。别说老陆回不过神来，我现在都还有些恍惚呢。我家就是乡下种地的，这么多年还是头回听到亩产5000斤的粮食，实在太惊人了。这产量怕是放眼整个大境也是独一份吧？还用说，肯定的。要是大境能有这么高产的粮食，咱们魏蜀的伙食还会缩减。萧征那小子，怕是上辈子给我烧香了吧？竟让他娶到个这么能干的媳妇儿，瞧把他能耐的。可不是嘛，当初苏娘子说他会种地，没想到他种地的本事竟这么大。这么高产的粮食，千户大人怕是会往上报，就不知道之后会是个什么情形了。放心在，咱们营地的军队会缺了这口粮的，有大人在，也是个边关，肯定不会出手粮食了。你们说，这苏娘子长得也不错，
气质比沈峰家那位更是出众。当初在校场上，为啥大家都没选他，反而让他落了后？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怎么完全想不起当时苏娘子这个人呢？你们不用看我，当时人多，场面又有些混乱，我哪记得清楚啊？以苏娘子的姿容与气度，怎么也不该有灭于众才对。估计当时仪容有碍，我没瞧清楚吧？那活该他萧正运道好，让他捡到宝了。你们摸着啥呢？赶紧的！好嘞，来了来了。谢谢小把总，感谢感谢。就掐着最嫩的顶尖，老藤杆别当菜吃，回去先焯水去色，再炒也成，拌也成。这个红薯还真是好东西，浑身是宝。对啊，往后又多了一样能填肚子的吃食啦。多亏苏娘子懂得多，不然咱们哪知道还有这样的好东西啊！焦家5口加上梨花6人，王家老小加上几个孩子，足有15人，还有来帮忙的陆大川、许成义等几位百户及他们的家眷，共有12人。李川夫妇肯定不能落下，还有有神的婶婶监视。这么算下来，那今晚要准备的菜品分量也充足才行。好在昨日分了1头野猪，肉足膘厚，还有大黑送来的4只野鸡，也举多了野菜干，这新收的纸药也都能用。今日的重头是刚从地里收回来的土豆与红薯。便是军汉们再能吃上，足够点饱肚子了。菜品可以不求繁杂，但分量必须足，味道必须到位。阿卷，你带满粮满银去院子里加上烤架，把那4只野鸡处理干净了烤上，火候要稳，慢慢烤才去香。好的，嫂子。阿月，你来烧火，火不用太大，稳着些。满洗洗菜，白菜撕开，萝卜切厚片，梨花备料。葱姜蒜切好，菌菇泡上。土豆这头要先出几道硬菜，土豆与野猪五花一同入锅，小火慢煨才香。等肉香渗进去，土豆吸饱肉汁，才是满嘴绵软鲜香。排骨煸出油，下土豆，小火焖软，咸香才够。酸菜炒土豆丝要大火快炒，酸香扑鼻，清爽下饭。再做一道狼牙土豆，让大家尝尝新鲜。油温要稳，外皮炸微焦，里头才能绵软。好久没吃到这个味道了，还真是想念啊。就是这个味儿。土豆这边成了，接下来该做红薯菜了。红薯垫底，肉片铺上去，蒸透了才最入味。肉油渗进红薯里，肉嫩薯甜，管饱又下饭。红薯与猪骨同炖，甜而不腻，还暖胃。猪油炒红薯叶，蒜末炝锅，翠绿油亮才好吃。这些还不够，还得补几道快手下饭菜和主食。萝卜和野猪骨架煮成一大锅浓汤，正好给大家暖身。再来一道土豆回锅肉，管饱又下饭。主食一半蒸，整颗土豆红薯都上笼，菜量要足，主食也得跟上，才撑得住这4桌人。嫂子，这土豆炖肉好香啊，我闻着都饿了。饿了就先去吃个烤红薯吧。我这是馋肉啊，这土豆与猪肉炖在一起，实在馋人。阿俊，去把咱们之前酿的果酒坛子搬出来，竹杯子多备几个，一桌至少留够10个。得嘞。阿月，你去杂物间挑几个小罐子，挑几只好看的绒花和通草花，插进罐子里，再放洗净的小石子压住，添个颜色。这头花式还能这样用呢，又是开眼界的一天。好，我马上去。你们今日做的面点呢？挑几个装小篮子里，摆上桌。咱们家做什么营生，总得让大伙知晓下。有的，今日做的是荷花酥和蛋黄酥，不过量不多。没事，你拿几个小盘子，每桌都混合着放几个，或者你把蛋黄酥对半切开。明白了。嚯，太香了！咱们今日有口福了。可不是，毛手毛脚的，没规矩。我们家真的好久没有这般热闹了。不过，我们家这还是第一次款待这么多宾客呢。快快快，大家都进来坐。夫人、婶子、嫂子们，盆水都备好了，这边来。
真是咱们今晚的饭菜？老肖，弟妹长得也太丰盛了吧？这已经不叫丰盛了，是奢侈。你们就放心吃吧，今晚不吃撑喽，不许走。前晚半夜从山里闯下来3头野猪，我跟我媳妇儿阻拦的及时，没造成任何损害。按村里的规矩，按工分配，我家分到了1头野猪，所以你们放宽心，吃不卡我家的。再者，今日咱们家收割的红薯与土豆有多沟产，你们都是亲眼瞧见的。就以你们的饭量，你们觉得能吃得了多少？我媳妇儿都交代我了，务必要让你们吃好喝好，否则下次都不好意思喊你们干活了。竟还有这样的事儿！我就说这桌上的肉菜也着实太多了，那你们反应倒是快，没什么损害就好，替我们谢谢弟妹了。没想到苏娘子的厨艺竟也这么好，瞧瞧这满桌的饭菜，做的是色香味俱全啊！这话倒不是客气，便是我家也不会顿顿如此，可不是吗？老实说，我都很久没看到这么讲究的一桌好菜了。这位苏娘子，这萧家当真是不简单。大人，这是我家媳妇酿制的秋梨酒，你可要尝尝？哦，哈哈哈，那我倒要尝尝了。来来来，我给大伙儿倒酒。我家阿和说，这个果酒咱们女人也能喝，酒的度数不高的。是吗？我们也能喝，这酒精还真有一股淡淡的果香呢。夫人，你先喝喝看，能接受我再给你倒满。好，谢谢小嫂子。这苏娘子当真是七窍玲珑心，咋就如此周到细致呢？大家辛苦了，饭菜简六，都是自家地里的出产，大伙可别客气，多吃点啊。弟妹，你这话才客气了呢，那咱们平日里吃的算什么？好了好了，都别客气了，动筷子吧。快吃快吃，这个土豆炖肉太香了。对，就是这个红薯味道，我惦记好久了，可算是吃到了。慢点儿，这叶子真能吃呢，还这般鲜嫩，真没想到。好肉好酒，当真痛快。可不是嘛，常年戍守边关，日日粗粮寡酒不说，时时还此刻这般安安稳稳，有肉有酒，只管放开肚皮吃喝，不必紧紧提防，着实太难得了。大人说的是，今日这般光景，便是神仙日子也不换。今年的边关总算有指望了。又过3天。今日起收，辛苦大家了。忙活一天，我也给大伙备了些土豆红薯，不多，就1篮子，你们带回去吃个鲜。哎呦，使不得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今晚又吃又喝的，哪还能再拿东西？弟妹，你太客气了。都是自家地里种出来的，也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带回去给家里老人孩子尝个味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不必客气。对，我家阿和都这么说了，你们也别推来推去了。收着吧，往后还有你们帮忙出力的时候。多谢了。可算是忙完了。歇什么歇？先去照料你舅舅舅祥他们安置好了，再来说歇的事儿。知道了，好歹我也是要当掌柜的人了，咋还能打我头呢？你说嘀咕啥呢？没啥，我马上就去。不用管我们，听满良说，你们这几日夜里一直在后院挖地窖，现在挖的怎么还要需要挖？要的，产量出了预期，我怕地方不够用，还得再挖深挖宽一些。我多做点儿，他们也能少点辛苦。井口，这宁可多挖空着，也不能到时候装不下，让外面的红薯土豆烂掉浪放废了。那行，趁着今晚咱们人多，一起打扫手吧。外祖父，您今日也辛苦了一整日。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话？早些干完，大伙儿都能早些休息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反正回屋也是躺着，那就一口气多干点活，也不枉今晚那桌子的饭菜了。就是阿正，咱们难得来这么一趟，人都齐整，搭把手，很快就做完了。成，我们也去搭把手。那就麻烦大家了。阿和，
今日孙保正也来了，咱们家的产量他也亲眼瞧教了。这田税的事儿，恐明日就得办了。我正有此意，咱们家的地窖也无法容纳全部的土豆红薯，还得想办法处理下。该交的税就得交，没道理躲着拖着也没什么意义。若是叫有些人知晓了，反倒对萧征在营里的名声不好。那你打算怎么交？咱们交税有什么讲究吗？可以用其他食物替换。那咱们就用红薯藤抵扣吧。直接用红薯藤，这应该不合规矩吧？所以得2次加工啊，制成牲口饲料，这就是可通用的食物资。不管是人吃还是木厨木亲吃，只要是可食用的物资，那都在本色缴纳的范围之内吧？哎，还真是，我竟没往这上头想过。明日再问问村长，反正咱们明日本处理就要红薯藤与土豆秧子，我也要做成饲料，便可以直接抵扣了。在边关，什么物资都金贵，哪怕抽割剩下的能卖秧子，也不能随意糟蹋，绝不浪费一点资源。行，你有主意就成。我惊着你了。没，我等着你呢，没睡沉。怎么了？我打算明日把红薯藤与土豆秧子制作成一种可投喂牧畜的饲料，然后充当咱们家的田税粮食。挺好的。你们军营常年万养大批战马，难道就不缺草料？媳妇儿，我懂你意思了。你是打算按规上交田税之后，再由军营出面将这批物资征调了，充作军马补给。对，真若老实的急速上交官府，意义并不大。如今朝廷的国库能亏空成这般光貌，那层层经手的衙门里必定藏着蛀虫。这群人一日不揪出来，我就是贡献再多的粮食，也是一种浪费。如此，不仅白白填了别人的私囊，还半点落不到实处，这可不是我的行事风格。与其便宜那些贪官污吏，倒不如供给军营，把戍边的战马喂得壮腾一点。这样一来，我家既合规足额地缴清了田税，无可指责，而军营也能顺理成章地取用这批粮草，倒是两全其美的事。媳妇儿，你咋就这么聪明呢？我明日就去跟大人汇报。好，夜深了，快休息吧。桂香，早饭做啥？我们来搭把手。对啊，小姑，这么多人吃饭呢，咱们帮着点也能快一些。行，都来搭把手吧，我还省事儿了。带着吃。少放点儿，姐这油炸还能炒下一锅，别铲到盆里去啊！菜里的油水够多了。哎呦，小姑，鸡蛋磕2个就差不多了。谁家做个菜要打4个鸡蛋啊？太奢侈了。桂香，你家这日子不过了，这么活活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别整那么多，油盐不要钱啊。原来当初的我也是这样心疼，他只是想让一家人吃得好一点。又放多了。阿和也说过，我做饭越来越好了。别说，这样炒出来的菜就是香。阿和也是夸我厨艺越来越好了呢。我是不是被儿媳妇给套路了？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操心了。阿和说这样吃才有营养，对身体好。儿媳妇说好吃，我就怎么做。快吃吧，别客气，都是些家常东西。这，你们愣着干啥呀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赶紧吃，吃完还有活要干呢。这一趟过来，说是来帮忙干活的，实则完全是来享福的，还差不多。
每顿饭不仅吃得饱，还吃得好。这些藤蔓秧子要分为2种处理方式，一是养地，其中1/3的量用来切碎后铺在自家的田地里；二是做饲料，一部分抵扣即将上缴的田税，另一部分留在家里，预备着寒冬时节喂养牲畜。必须现在就提前做好准备。给地里施肥不难，真正费事的是饲料的制作。从收割荞麦开始，我便一直在琢磨土窖沁青，这是最适合当下这个时代容错率最高的办法。首先要解决土豆秧最大的难题，土豆秧含有龙葵素，牲口吃了容易拉稀，严重了甚至可能让怀崽的牲口流产。单靠晾晒难以彻底脱毒，焯水也很难处理彻底。浸酥发酵形成的约氧环境能大幅降解龙葵素，比其他方法效果要好得多。青素的原料损耗要远低于晒干，若遇上阴雨，甚至可能直接烂掉。青素只需摊晾半天，哪怕阴天也能操作，不会耽误时间。封存得当，能保存大半年甚至更长，省柴火也省人力。土窖、粗麻布、黄泥、干秸秆即可。晒干的草料很枯硬，难以下咽，蒸煮的草料放上半天也会发酸变质。青素料却酸甜软嫩，猪牛羊都爱吃，还能节省不少精粮。唯一的短板就是怕漏气，雨水渗受。土窖要选在高处，窖顶糊成弧形黄水顶，就能尽量规避这个弊端了。苏娘子来了，桂香婶子早啊！今日咱们该做些什么呀？有劳各位乡亲了。今日忙完，我再给大家分红薯。不用，就顺手搭把手的事儿。苏娘子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那是沈监事吧？好像是，昨日来过的。苏娘子，咱们没来迟吧？是这样的，咱们营地不也种了10几亩的红薯吗？后续同样要处理红薯藤，因此今日也特意来学习下。千户大人知道你们今日缺人手，便让我带一支后勤兵来帮忙。这些兄弟专门负责军团田种植与运输，身手虽比不得上阵将士，却个个有一把子力气，脏活累活都干的。有什么要做的，你看着。多谢千户大人挂心了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苏娘子只管使唤，不必见外。第一组负责处理藤蔓，发黑霉烂、带厚泥、干枯老化的秧根都要剔出去，按红薯藤2份、土豆秧1份的比例拌匀，稀释土豆秧里的龙曲素，降低牲畜中毒风险。接着平铺晒场晾半日，手握成团，松手轻散，指缝不滴水，然后用铡刀切成2至3寸短段，切短才方便压实排空气。最后掺入总量1成的正常发酵，避免整窖发臭。这活磨手必须轮换着来。第二组负责搬运，将切好的藤蔓段运到指定地点，一部分运到田边，准备铺进地里沤肥，另一部分运到萧家院子的侧后方，也就是大棚旁边的山坡处。从我开始琢磨这事儿时，便已经让工人着手挖了。这些土窖专门用来做饲料。第三组负责挖窖与封窖，王家几个有经验的男丁带着几名后勤兵，在低洼处挖深空，夯实底部，底部夯实后再铺设干草，准备用来储存发酵好的饲料。第四组负责后勤，几位嫂子烧水送干粮，也照看村坝边的大锅。21万斤藤焖秧子，先留3万鲜藤在后院，作为近期大壮与二壮的口粮，当然要让他们吃得好一些。这批藤焖长期受木细益能滋养，正是大壮与二壮喜欢的味道，正好改良精细制作成醋饲料。土窖分工合理，估摸2日便能将所有物料尽数处置妥当。25人组成还田班队，专攻土地改良工序，剩余20多人组成青瓷班队，同步制作饲料。总算完工了。这还是起售后的第一步，接下来还有第2步加工制作呢，所以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还有第2步？小姑，我已经还要做什么呀？阿和只说要把收起来的加工做成便于储存的食品，具体要明日看他的安排了。啊，这土豆跟红薯不是直接做了就能吃吗？地窖装不完啊，阿珍挖的那2个地窖确实足够大，可也完全装不下所有的土豆跟红薯。
为了能储存的更久，自然要把它们做成更方便保存的方式。听阿和说要做成什么红薯粉、土豆粉啥的，明日你们都跟着学着点儿，学会了以后自家也能做。原来如此，阿和懂得可真多。就是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过哪种作物能整出这么多花样的。可不是，阿和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子。这土豆跟红薯还真是好东西啊，花样多，味道也好，比咱们平时吃的糙米强多了，香甜又绵软，孩子大人都爱吃。姐，那明年咱们家能跟着种土豆吗？应该可以。阿和说了，地窖里的红薯跟土豆是留作明年大量扩种用的。真的？那可挺好，明年咱家也种它几十亩。就你种的那几亩地，来年还不知道能不能收成呢。爹，我这不想着跟姐家学学吗？学什么学？该你种的时候，阿和自然会告诉你。少打。是。都走快些，忙活了一天，你们不饿啊？还有精力拌嘴？我现在每日最盼着的，便是归家时能吃上阿和我这个老婆子还能享美味饭菜。就是，也不知道今晚阿和又做了什么好吃的。不管做啥，肯定都好吃。那几个臭小子跑得倒是快，这会儿怕是已经溜到家了。你们吃的啥啊？炸薯条，表婶做的，可好吃啦！大家辛苦了，快洗手吃饭吧。白日地里的活帮不上，只能夏英回家后尽量多做点事了。好，赶紧洗手吃饭。快吃吧，别愣着了，都累了一天了，多吃些。媳妇儿，辛苦你了。赶紧吃，吃完还有汗干呢。好的，都交给我。行吧，农忙半月，果然不得闲。我们家拉了多少趟的粮食，大伙儿都能瞧得明白，而这样的举动，太迹象化了。